傅亮，你去准备些明矾、清水，还有绿布。世子殿下，哎呀，世子殿下，求娘子恕罪。方才啊，小人的5座箱子让贼人抢了去，我这追了半天我也没追上。我想着呢，就先去报官吧。哎，这5座箱子就在衙门口放着呢。可丢了验尸器具，怪就怪在这儿。小人仔细检查过了，什么东西都没丢，连这器具的摆放位置啊都没变化。打开看看。可有不妥？金鱼续骨膏，这是接骨续筋的良药，千金难求，只有京城售卖。只有京城售卖的药，你也知道？医者之好，总喜欢打听些奇药良方。那按这么说，那贼人不仅骨伤在身，家世也非富即贵，药味可浓厚。是。此人因与宋钦队伍无关，并不知道之前的检验结果，所以才拿着验状看了许久，才留下了药膏的味道。殿下可以闻闻看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站好了说话。京城传来消息，魏家的嫡长子魏其之并非因驯马受伤，而是被宋国公打断了右腿，软禁于家中。这才由其庶弟魏延之代为宋家。宋家队伍离京第2日，魏其之就伺机逃脱，失踪至今。那日推塔伤我的人，倒似腿脚不便。宋国公会对魏府嫡子下如此重手吗？除非魏其之铸下大错。他若是宋柔的情人，宋柔另嫁高门，他因爱生恨杀之泄愤也是合情合理。可扮鬼吓我的人又是谁？魏其之的腿脚可没那么灵活。他的腿伤未必是真的，只有找到他，方能知真相。你安心在此检验，我让白风护你出去。我这就去会会魏延之，看他有何说辞。宋国公不但教女不严，还命其子侄毁尸灭迹，欺瞒圣上。你们如此行事，将我安阳侯府置于何地？将圣上置于何地？将国法置于何地呀？侯爷息怒，小侄只是不忍小柔死后还留下不贞之名，才指使魏城纵火焚尸，以免验状上报刑部，使两家沦为京城的笑柄。小侄甘愿承担所有罪责，只求放过所有宋家之人。是小的擅自做主纵火焚尸，与魏父魏无关。魏成，宋柔之死与其私通之人关联甚深，你们如此急于毁尸灭迹，到底是为了遮掩家丑，还是为了袒护那私通之人？下官只是公子不能再护着大公子了。殿下，侯爷，与我家娘子私通之人，正是大公子魏其之。此言可有实据啊？是大公子亲口承认的。夫人发现娘子有了身孕，娘子只得将与大公子的私情和盘托出，国公爷才气得打断了大公子的腿。你不论是何原因，犯下纵火就是大罪，去府衙走一趟吧。带走。走。魏府尉，刚才魏成所说，可确有其事？
下官的兄长与小柔自幼感情甚好，所以下官未曾多想，直到宋国公命我代兄送嫁，我才得知他与小柔竟已铸成大错。你与魏齐之并未分家，可为何你会对他的踪迹全无察觉？2年前，下官靠宋国公的恩义进了巡防营，大哥与我大吵一架后，便再也不肯理我，下官实在无从得知。为何会大吵一架？因为我嫡母想让大哥与小柔亲上加亲，但魏府门第平平，未得宋国公允婚。大哥生性要强，因此与宋国公日益疏远，也不想我借此恩应吧。魏齐之可惯用左手？是，因为听说天生左撇子为不及，嫡母便强迫大哥自幼改用右手，此事罕有人知。为了维护兄长而欺瞒世子殿下，下官实在不敢。你险些误了大事。下官愧对各位大人。宋娘子毕竟陨身荆州地界，在真凶落网之前，魏府委就进驻东院吧。总算真相大白了。真相与否还需查证，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宋柔的头颅，还有杀害她的凶器。夫人，银块。娘子，民房果然把残渣抛干净了，看样子像是绢纱。不是纱，是纸。魏延之招认了。招认了什么？他招认他的兄长魏启之，与宋柔早有情谊，而且天生就是左撇子。天生的左撇子？那他平时就用左手吗？岂不是很多人都知道？其实他自幼就被逼着使用右手，除了亲近的人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左撇子一事。这是我自宋柔胃中找到的纸屑。宋柔自小锦衣玉食，为何会把这等粗糙的纸张吞入腹中？纸上的内容究竟何等重要？重要的不一定是内容。军中的细则，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消息的来源，会将非重要的情报也销毁干净。消息来源，不同的纸质可以反映写信人的习惯。这上面的字迹虽已被胃液化去，但这纸张却异常坚韧，并非寻常人家可以买到。娘子，那个亮闪闪的东西是不是金粉啊？没有金粉那般亮，是石黄。石黄常用来制作金漆，把生金漆加入木浆之中，制成纸，便是有小撒金坚之称的夜金坚。啊，我知道夜金坚，这种纸会有淡淡的漆树香味，而且比撒金坚要价廉。寻常的贵族用不起撒金坚，就会用夜金坚来写信习字。根据京城之前传来的消息，魏家虽然家世平平，但魏齐之这个人性格却颇为恣意任性。他喜好琴瑟，就要亲自学会制琴；喜好骑马，就要亲自驯服宝马；喜好瓷器，家里所用的便都是瓷器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叶金坚倒是挺符合他的脾性。眼下这纸屑是仅有与行凶人相关的物证，魏家兄弟自小一同长大，我想见魏延之确认一下。据说魏延之回去之后就高烧不退，病倒了，侯府也不好全然不顾。若你想见他，
那就得辛苦九娘子为他诊治一番。哎呀，老板，哎，来2个包子。好嘞。这俩。哎，抓贼呀！好，抓贼呀！抓贼！哎呀，他去哪儿了？这，哎呀，抓贼呀！抓贼！交给你了。好。小贼，想偷验状吗？啊，得亏我们世子殿下这招妙啊，一下子把你这条大鱼给钓出来了。你要我们亲自动手，还是自己乖乖伏法？大公子，我，嘿，难道在下还有第3条路可以选吗？请进。哎，你高烧在身，就不必多礼了。多谢世子殿下。为父未既重病，为何还开着窗呢？在下想散散病气。看你愈发严重，莫非是药不对症？可有药方？就在桌上。魏父魏不必担心，九娘子是救治大长公主的神医，特地前来为你诊治。怎么敢劳烦九娘子？魏夫人放心，治病救人是医者本分。魏夫人，请。你今日可曾用冷水沐浴？除夕那夜回来的太晚，在下等不及热水，便用了井水。那药方倒是对症，只不过你路途辛苦，又忧思在心，难免缠绵难愈。毕竟在下愧对侯府，愧对小柔，实难心安。此剑可是名剑成影？殿下好眼力，可否取下一观？等等，此剑乃宋国公所赠，下官视若性命，从不敢亵玩，还请世子殿下恕罪。明是爱宝剑，又何谈赎罪？世子殿下宽宏大量，实乃吾辈楷模。魏府尉，这屋内换成炭盆升温即可。高炉温度过高，太过燥热，反而不利于病体康复。在下一到夜间，便感恶寒。日后，白日里少添些炭火便是。也好，这药方不用换，魏府尉只要休养几日，便可大好。多谢九娘子，多谢世子殿下。魏父尉好生休息，多有打扰。魏延之的房里烧着炉火，却又开着窗，还点着浓浓的熏香，一定有问题。那成影剑可是有价无市的名剑，宋国公怎会对这个树外甥如此青睐？府中的炉灰都收集在此，现在不是冬日，烧炭的人少，所以基本上都是魏延之房中的。小婉儿，
你和七哥在找什么呀？这脏兮兮的，让下人去找吧。收了他们也不知道。哦，这些都要翻查吗？嗯。主子，魏启之已经被抓捕入狱了。他可招供了。上尉，但霍知府已对他用刑。尼尔，把这堆灰看好，谁也不许动。好，我们去趟府衙。走。殿下，景娘子，魏启之只说是他派长随巫术去偷的验状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肯承认。他们主仆二人的嘴可是真硬啊！我用了刑都不肯招我。没有证据，霍大人怎可随意用刑？况且他的腿伤我还会亲自查验过。人在何处？殿下，这大牢污浊，还是请二位回头再治你滥刑之罪。哎。霍知府严刑逼供的手段，真是好生厉害呀！霍大人这是要屈打成招吗？他自己说他伤了腿，那打折要他7寸，所以我才对他换处用刑。可他还是不肯招。伤腿再断，他之前是否跛脚，我们再也无从得知。况且腿伤难愈，若因此落了残疾，事后又证明他是清白的，霍大人打算如何交代？那他如果没有歹意，为何要尾随宋柔来到荆州？喜宴当日，他还滞留在十里庙。他在那多待一天，一定是处理杀人痕迹。大人，冤枉！大人，大人，拿下去，让他说。大人，我家公子是担心宋娘子的事隐瞒不住，怕她受侯府苛待，这才拖着伤腿跟了。到了荆州，听说宋娘子命丧黄泉，所以才命小的去偷验状，就是想知道宋娘子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我家公子跟宋娘子没有私情，更不可能会杀害她。各位大人，冤枉啊！你休得胡说！魏启之亲口承认与宋柔有私情。大公子把宋娘子当亲妹妹般疼爱，怎么可能有私情？更不可能会杀害她呀！魏启之可是用左手写字，是又怎么了？会用左手写字的人多了，二公子也会。魏延之为何会用左手？大公子幼时总长红斑，主母担心是左撇子不吉利，便逼着大公子改用右手写字。可大公子性子倔，不愿意改。主母担心老爷因此偏爱庶子，就逼着二公子练左手字，想毁掉他。可大公子不愿意二公子因为自己被连累，这才改练右手。所以长大后，二公子的左手字反倒比大公子的还好些。魏启之是何时开始只用瓷器的？大公子也不是只爱用瓷器，只是自由不喜闻漆味，其他质地用具多少都会用些漆色，所以才用白瓷涂个省些。小的以性命担保，我家大公子真的是被冤枉的。霍大人，请速速去给魏启之请个大夫。这就去。我没有杀人，不是我没有杀，我没有。别找了，我可先将那人拘来，轮番审问，待到他筋疲力尽之时，我就不信他不露出马脚。可定罪仍需很多实据佐证，口供只能作为证据之一，尚不能因此证明那人就是杀人凶手。可是像这样慢慢调查，若是真凶借机逃脱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世子殿下定罪一人容易，定错却毁人终生，绝不能因一时心急而罔顾律法的清正严明。这也是你崇敬的那位沈一沈思清所说的。是。在下受教了。那烦请九娘子继续整理证据，人交给我来抓。多谢世子殿下，但民女还有一事相求。魏启之，念你腿伤严重，允你坐下说话。多谢大人体恤。
在下站着就可以了。魏其之，本官问你，你的腿是怎么伤？先是2个月前在京城被宋国公打断，接着是昨日被大人你。好了好了，我是问你宋国公那次，为何对你下如此重手啊？因为在下承认和宋娘子有私情。那你跟宋娘子到底有没有私情？没有。没有，你为何承认？说。柔儿的名声比我的命重要。他说是我，那便是我。魏其之，宋柔很有可能是被他倾心之人所杀，你难道就甘心放任凶手逍遥法外吗？那日柔儿哭着来找我，说她和别人有了私情，被宋国公发现后，他情急之下说出了我的名字。柔儿，你快说呀！我问他那人是谁，他却只哭不说，最后还不惜自残，逼我认下私情。他到底是何人呢？我不能说呀，被他人知晓了，这就前途尽毁了。我是真心爱他。结果没2天，宋国公被带人找上门来，不由分说打断了我的腿。我本就与宋国公心有芥蒂，就想着答应柔儿冒充那人，便赌气认了下来。后来我在家养伤，听二弟说宋国公并未责罚柔儿，便没急于找他问个明白。直到他出家离开了京城，他护着的那人也没有出现，真是个懦夫。怎么样，公子？宋娘子被人杀害了，连头都被人砍了。我怕那人负了他，若再被后母发现，他失了清白，就再难有活路。所以我便一路偷偷跟了过来，想看看他是否安好。谁知却听到这个恶吼！哎，你发什么疯？来人！按住他！魏其之身患癔症，触碰漆器便会引发隐疹，严重时风邪可入脏腑，气滞神昏。所以，京城中有传闻，他只用白瓷，也是紫叶。从方才他发作的模样来看，日常是绝对不会使用含有金漆的液金尖。对，所以死者宁可吞下液金尖也要保护的人，绝不是他。这么说，与宋娘子私通的另有其人。对，真凶我心中已有定论，想必九娘子也是如此。世子殿下尽管动手，我定会以实证，让真凶无所遁形。魏府尉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呢？抬出去，把里面东西给我清出来。是。你长兄已被抓捕归案，你既无辜，为何还要逃？我没有要逃，我只是想回京，向长辈禀明此事。怎么，这安阳侯府还要关我一辈子不成？还是不让碰？士可杀不可辱，
程颖对我意义重大，任何人都不能碰。霍知府可听见了？魏父为亲口承认，哪怕是我，也绝对不能碰他这把程颖剑。下官听得清清楚楚。那就好，呈上来吧。魏延之，你可知这是何物？这是油纸烧焦后留下的胶质。你虽敲碎头骨，点了熏香，彻夜开窗换气，但却忘了清洗铁钱。银霜炭是不会留下这样的污渍的。把物证拿下去。是。殿下，找到了。交给九娘子。是他杀了宋娘子。根据头骨上的痕迹，行凶人应是在背后将剑从死者的枕骨处直插而入，然后割下头颅，以掩盖剑痕。魏延之，证据确凿，你可还有话说？行凶人在蘸取死者的鲜血，将喜轿伪装成凶案现场，再给死者尸身重新穿上嫁衣，放入轿中。为阻挠九娘子检验尸身，你佯装无头女尸恐吓于她，并试图借嫁衣上的墨字嫁祸给自己的嫡兄魏启之。为坐实魏启之的罪名，铲除我这个剖验之人。你让你忠心的护卫长魏成假扮魏启之，在灯会暗杀我。当你发现暗杀失败，剖尸检验避无可避，你便教唆魏成连夜火烧义庄，企图再次毁尸灭迹，还加大炉火，想要焚毁死者头颅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杀害死者的行凶人正是魏延之。这是丧心病狂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我丧心病狂，明明是那个女人她丧心病狂。她明明有安阳侯府这么好的姻缘，偏偏要缠着我，逼我跟她私奔，凭什么？我大哥可是堂堂嫡子啊，一条腿说打断就打断，若换作是我呢，小命只怕不保。他可知道和国公爷作对是什么下场吗？二郎，你终于肯来接我走。你怎么穿着嫁衣就出来了？万一被别人看见，你我便是万死不足。我这不是着急见你吗？放心，我早把嬷嬷支走了，她不会觉察的。我给你的手术，你可带在身上？我怕被嬷嬷看见，已经偷偷吞下去了。你呀，何必呢？那叶金坚吞下去多不舒服。为了你，再难受我也不怕。二郎，你今夜就带我走吧，
宁肯血溅3尺，也不愿让别的男人碰我。除了你，此生此世我谁都不嫁。我与你一辈子在一起可好？你不要这样想，我会心疼的。我们今晚就走，走得远远的。你想去哪，我们便去哪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便永远疼你，爱你，陪着你。我们厮守一辈子。从此再无宋国公府的嫡女，也无安阳侯府少夫人，只有金钗不群的卫士。我愿与你浪迹天涯，做一生一世的恩爱夫妻。舍弃荣华富贵，你却为一己私欲对他痛下杀手，居然还有脸面说他不为你着想。我一个庶子战战兢兢走到今天，吃了多少苦，看了多少嫡母的眼色，我凭什么为了他放弃我的前程，跟他隐姓埋名过一辈子？我凭什么？这个愚蠢可厌的贱女人，想用爱情毁我一生，她死有余辜。你口中的那个女人叫宋柔，她此生最大的愚蠢，就是把她所有的聪明都用来保护你。若不是她吞下你为了诱杀她的叶金坚，你早就被绳之于法了。如此残害痴心待你的女子，你才是真的死有余辜。那又怎样？只要我不爱她，她就算为我死10000次，都是错，都是错。宋娘子若泉下有知，看到还有人这么关心她，也算有所慰藉了。若没有你，恐怕连真正关心她的人都保不住。徐贺，既已结案，现在开始对宋娘子的尸身进行修复。九娘子，小人不懂啊，这案子都结了，修复这尸身做什么？按照以往的流程，要么把尸身归还给家人，要没人管就买口棺材，后山随便埋了便是。剖尸是为了洗冤择物的无奈之举。死者用自己的尸身为我们揭示了真相，我们理应还以他原有的尊严。九娘子，你方才为何不再以死者称呼宋娘子？因为从今日起，我不用再把她看作是证据，
我也可以问心无愧的送宋娘子走完最后一程了。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，且见君子，云胡不依？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，且见君子，云胡不愁？风雨如灰，鸡鸣如蚁，且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？风雨萧萧，奈何？风雨萧萧，奈何？谢谢。就一炷香的功夫，别忘了啊！明白。你来干什么？来替你母亲看我笑话？胭脂，我只想问你。柔儿对你一片深情，还怀过你的孩子，你对她可有半分真心？你想替她教训我？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丝悔过之意吗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凭我是你兄长。我没有兄长，你是魏府嫡子。生来便享有所有的尊荣和所有人的宠爱，而我呢，不过是一个连生母死前都无法见一面的庶孽。你母亲把我生母害死的那么惨，你不会以为我不记得了吧？这么多年，你母亲但凡要管教你，我便要陪你加倍受罚。你不喜欢宋国公，我便无法入巡防营。明明喜欢学琴的人是我。你母亲偏偏只让你学，若非如此，我怎么会偷偷去找小柔学琴，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一步田地呢？原来你心里是如此的恨我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别做出这一副假惺惺的伤心模样。陪你装了这么多年的兄弟情深，
你走吧，无论你怎么想，我对你的问心无愧。今日一别，希望你也可以无愧来生。宋娘子太可怜了，若不是大长公主和魏大公子做主，连身后事都没人管。魏大公子坚持要把她葬在荆州，看来是彻底对宋国公府失望了。也许正是因为太了解，所以才会选择这么做。以宋国公的品性，宋娘子就算回去，估计也入不了祖坟。还不如葬在这儿，山清水秀的，换一个来世自在。我一想起这事儿就觉得心惊胆战的。你说一个女子因为太过痴情，竟招来杀身之祸，她的亲爹为了保其家族名声，连身后事都不管了，落叶归根都不行。你说这些男人心都是用什么做的？这与男女无关，无论是宋国公还是魏延之，他们都是心里只有自己的自私之人罢了。看来我们身为女子，还是一生无情无爱保平安的好。主子，这案子结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回京了？白风，我们所查之案，怕是有开端了。可是晋王案有新的线索了。还没有，但是我们得到了查办此案更为有力的左膀右臂。你传信京城，暂停我入兵部一事。我要改入刑部。为什么日夜会轮转，却一样有照亮你的光，像火跳动在雪中央，那么亮，那么暖。若已尘埃跌入阴霾，风雪刺我一身洁白。若已深爱，刻入心怀，痛也会痛快，把心